大家好，我是猪猫。这期视频呢，将向大家演示如何使用强大的服务器来跑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因为我们在深度学习里去训练一个模型，需要花费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而用本地机器去进行训练，跑上几个小时，甚至更长几天时间是不现实的。因为本地机器的无论是算力还是稳定性都是比不上服务器的。然后在这个视频里呢，我会详细的向大家展示如何去创建一台用于深度学习的云服务器，以及如何在云服务器上安装 Miniconda， 然后配置相应的 Miniconda 的环境。最后会向大家演示如何通过端口映射去访问服务器上的 Jupyter Notebook。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开始。首先是创建一台云服务器，这里要注意的点就是硬盘尽量选择大一些，基本是50G 起步，因为你去做深度学习，存储数据需要的空间还是挺大的。然后视频里演示使用的是 Vultr 的云服务器，这个云服务器现在注册会免费赠送$100，很适合新手拿来练习。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参考我的这一期视频。现在我们来 Vultr 上布置一台云服务器，点右上角的 Deploy， 然后我们选择 Cloud Compute。这里因为是演示，所以就没有选择带 GPU 的，你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你需要什么样规格的 GPU。然后这里选择 High Frequency 的，然后位置就随便选了，选在美国纽约吧。然后服务器的镜像就选择了 Debian， 这里是选择配置，因为是演示就选择了一个较低的。然后这里可以把自动备份关掉，然后可以启用一个 IPv6 的地址，然后在这里勾选上我们所需要的 SSH 连接密钥，然后给我们的服务器取个名字，然后点击 Deploy Now 就可以开始部署了。在这里能看到我们的服务器名称、系统、服务器的位置以及现在服务器的状态，它现在正在部署安装中，稍等几秒钟。好，现在服务器的状态已经是 running 了，我们点进去往下拉，找到这个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现在复制这个 IP 地址，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Terminus， 也就是 SSH 的客户端。当然大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这里选择 New Host 新建一个新的主机，然后把刚才的 IP 地址复制进去，然后这里我们给它取个名字，然后登录名就选择 root， 然后这里选择我们刚才的密钥，都选择好以后它就自动保存，所有双击就可以自动连接到我们的服务器上。好，现在我们就通过 Terminus 登录到我们的服务器上了。如果大家对于 Terminus 这款 SSH 客户端不太熟悉的话，可以看我相关的视频，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SSH 连接神器。我们登录服务器以后呢，首先是把系统更新一下 apt update， 然后我们把屏幕清理一下，然后接下来是安装一下 GCC 等编译器 Build Essential， 我们再把屏幕清理一下，然后接下来是安装一下 Python。 我们的服务器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好了。第二步安装 Miniconda， 这里就可以跳转到 Miniconda 的官网，然后我们往下拉，因为服务器是 Linux 系统，我们这里选择 Linux， 复制链接地址，然后回到服务器上，输入 wget， 然后把刚才 Miniconda 的链接粘贴进来，然后回车就可以。然后这里这个文件就是 Miniconda 的安装文件，我们只要输入 bash， 然后后面加上这个文件，它就可以自动安装了。这里是一个用户同意，我们按 Q 就可以退出，然后输入 yes， 回车就好了。它的安装目录就设置在了根目录，然后这里也是 yes。好，现在就安装完了，我们再输入 bash， 就可以进入到 Miniconda 的默认环境 base 环境里。能看到这个前面现在有一个 base， 就用来指示我们现在的环境。如果你偷懒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 base 环境里进行接下来的安装。但一般我们会创建一个新的环境，这样方便管理。使用 conda create， 加上你想要的名字，就取名 new 吧。新环境里的 Python 版本 pip 包管理工具。好，现在就能看到它已经把环境配置好了，我们只要复制这个 conda activate new， 也就是我们新环境的名称。好，现在就从 base 环境进入到这个新的环境 new 里面了。我们清理一下屏幕，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可以安装我们需要的 Jupyter、Torch Vision 这些。输入 pip install Torch Vision， 然后回车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然后这一步呢，如果你的服务器是在国外的话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服务器是在国内，那么你需要先给 Linux 系统进行换源，否则这一步的安装会非常的慢。给 Linux 系统进行换源，大家可以去我的博客上查看，我也有写教程。在我这个安装文档的第3步呢，我也直接把教程的链接链在了这里，方便大家寻找。好，稍微等待了一会儿以后呢，现在这些环境都已经安装好了。好，我们现在来清理一下屏幕，然后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 Jupyter Notebook 了。我们输入 Jupyter Notebook， 然后因为这里使用的是 root， 需要再加一个 allow root， 如果不是 root 的话就没有问题。好，这里就已经在服务器上启动，并且正在运行。能看到这里有2个地址，通过这个地址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的 Jupyter Notebook。然后现在呢，也就到了第4步。为了方便的访问我们在服务器上的 Jupyter Notebook， 我们需要做一个端口映射，将服务器的8888端口映射到本机的8888端口上。你可以使用 SSH 连接的命令进行端口映射。在视频里呢，我就演示如何使用 Terminus 进行端口映射，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然后在这个 Port Forwarding 这里选择第一个 Local Forwarding， 然后 Label 这里你可以写一下机器学习，也可以不写。然后 Local Port Number 就是8888， Bind Address 可以不用填，它默认是本机地址。然后这里的 Intermediate Host 我们选择我们的服务器，也就是小鸡。然后这里的 Destination Address 就是 Local Host， 因为我们的 Jupyter Notebook 就运行在服务器上，对于服务器来说就是 Local Host。然后端口也是8888。好，到这里就已经配置好了，它是自动保存的。现在我们双击这个 Port Forwarding， 这个端口映射就开始了。然后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链接，它就会自动打开一个网页，然后可以访问到服务器上的 Jupyter Notebook。能看到这里是 localhost 8888，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访问本机的8888端口，直接连接到了服务器的8888端口上。好，能看到这是我们刚才安装 Miniconda 使用的这个安装脚本。好，到这一步呢，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新建一个 notebook 文件，然后选择一下我们的 kernel， 这里我们 import torch， 然后来简单的用 torch 做一个张量的计算，然后我们对这2个张量进行求和运算。好，能发现现在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如果你的服务器带有显卡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张量运算挪到 QDA 核心上。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愉快的在服务器上进行深度学习的计算了。我是猪猫。点个赞，关注订阅一下，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喽。有任何问题或者需求，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见。